上回我们说到，山治以最强真打六人组凌空六子中的佩吉万单挑，首次启用了自己的杰尔玛战斗服，杰尔玛66的3号战衣隐形黑。这套战斗服不仅大大提高了山治的机动性和攻击力，同时还实现了山治2条人生梦想中的一条隐身。大蛇城，罗宾偷偷离开宴会厅，来到一个神秘房间，寻找对起义有价值的情报线索，结果被大蛇将军的御用忍者军团大蛇御庭忍者番众堵了个正着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和之国近海，女王妈妈圣歌号被火焰镜一脚踢下瀑布，全员翻了下去，有惊无险。大妈海团现在除了大妈，所有人都安然无恙，看起来是时候改名字了。倒霉的大妈掉进了和之国内湖湾的漩涡中，向水底沉去。就在她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，脑海中还在勾勒着自己暴揍路飞的刺激画面。由此可见，大妈对路飞的恨意不是一般的深啊！大蛇城中，罗宾将被大蛇将军的御用忍者番队团团包围起来。这些人看起来很不好惹，尤其是带头的那个锥子头，好像是花之国青椒他弟弟，一副老奸巨猾的嘴脸，再细看又有点东厂太监头子的气质，奸诈狡猾，心狠手辣。锥子头逼问罗宾的真实身份和目的，并且威胁到如果不老实交代，就要对他实施酷刑，严刑拷打。罗宾灵机一动，随口说道：“最后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大名鼎鼎劫富济贫的道圣丑三小子，特地来到此地调查花之都的金钱流向。”锥子头点点头，原来是丑三小子呀，特意来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有钱人做目标吗？虽然你编的挺像那么回事，但是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看看我充满智慧的锥子头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智商绝对不低于180。罗宾溜了，周围的忍者立即动手，各种招式齐刷上阵攻击罗宾。罗宾躲开他们的攻击，向外面跑去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罗宾仅仅是躲开攻击，忍者们就看出来他与一般的一击不一样，绝对是个练家子。一个忍者用套索紧紧缠住罗宾的脖子，将他困住。锥子头走上前来，试图威胁罗宾，逼他就范，但罗宾还是不肯开口。没办法，只好用拷问的方式来逼你开口了。周围的忍者丢出飞镖，罗宾惨叫一声，锥子头满意的笑了。这下该说点什么了吧？再厉害的人也扛不住忍者团的酷刑拷问。罗宾喘了几口粗气，微微一笑，身体变成无数花瓣，原地消失。锥子头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自己居然被人给耍了。他立刻将忍者们分派出去，不管这个家伙用的是忍术还是妖术，本体一定就在附近。现在大石将军的宴会正在兴头上，怎么能被区一只老鼠扫了兴呢？罗宾将用花花分身顺利脱身逃了出来。他一边用电话虫联系伙伴们，一定想办法找地方藏身。娜美、小忍、布鲁克相继收到了罗宾的消息，知道他此时已经暴露了身份，万分危急。娜美忙问罗宾的位置，准备营救。这时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地走过来，撞进罗宾怀抱。罗宾灵机再一动，挂断电话虫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想平安逃出去是绝无可能的事情。忍者团已经将大石的宅子都包围起来了，他们现在一定正在到处搜捕自己早晚会被发现。藏木于林，想要安全脱身，与其想办法逃出去，不如想办法留下来隐藏自己。罗宾随着醉汉回到宴会的会场，大石将军醉醺醺的摆手将罗宾召唤过去，色眯眯的摸着罗宾的手。罗宾顺势躲到大石将军的怀抱里，一边给大石将军针灸，一边使出浑身解数，从大石将军的嘴里套取情报。比起忍者团的老大锥子头，大蛇显得愚蠢无比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极其好色。看到罗宾不断的撒娇献媚，大蛇就滔滔不绝起来，和罗宾说了火鸡之夜的鬼之岛大型集会的事情，并且盛情邀请罗宾一定要来参加。罗宾心想，我当然参加了，不仅我要参加，我的小伙伴们都要参加。大蛇抓着罗宾不放，罗宾对大蛇甜言蜜语，大蛇精虫上头，笑呵呵的让罗宾来竞选自己的正妻之位。这时和之国第一美女小紫跑过来，佯装生气的嘟起嘴巴，大蛇忙丢下罗宾去哄小紫。周围的人纷纷对小紫投去忌惮的目光，这个两副面孔的女人让在场了解她的人心生寒意。以前总听人说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，能当饭吃啊，现在一看长得好看真的可以当饭吃，不仅能当饭吃，还能吃出个大富大贵，金山银山。一个宾客一边饮酒一边调侃，对着狂死狼说道，这个女人虽说是从你的青楼里带出来的，不过被你养的可真好啊。言外之意是狂死狼对小紫真的不薄。狂死狼眯着眼笑道，别把一集说的和狗一样，美人如花，你自己不是清水，美人怎么能优雅的绽放呢？
提到自家小弟被人揍了，匡四郎居然派出了2名凌空六子去找人家算账。匡四郎笑呵呵说道：“我们混黑道的最讲究义字当头，兄弟如手足，自己的兄弟被人欺负了，一定要报复回来。”大家纷纷称赞匡四郎老大义薄云天。大蛇凑过来接茬，匡四郎则一脸鄙夷地看着大蛇，那样子根本不像是主仆关系，更像是面对一个自己心中又仇恨又瞧不起的人。宴会屋子的外面，比皮皮虾还要皮的布鲁克灵魂出窍，四处寻找罗宾。2名搜捕罗宾的忍者看到绿色鬼影，心生疑惑跟了上来，结果被布鲁克吓得哭爹喊娘。小忍和娜美潜伏在天花板中悄悄探查，不幸发生声响，一个忍者用刀子一顿乱捅，好在准头比较差，小忍和娜美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。大蛇在宴会里耍起了酒疯，越说越激动，大吼道：“大家给我听好了，今年是光月玉田死后的第20年，是他的妻子时临终前说的复仇之年。玉田的意志还活着呀！你们还记得赤鞘九侠异于常人的强大吗？他们会在20年后的和之国复活，他们回来是冲着我的项上人头而来。”大蛇甚至看到了幽灵们拿着刀砍向自己的幻象。不过不幸的是，除了大蛇，会场中的其他人对这个传说不屑一顾。光月玉田已经死了，和玉田有关的人杀了不计其数，仅仅一个传说有什么可怕的？众人纷纷低声嘲讽。大蛇将军胆子是很小，而且十分谨慎。最近外面越来越不太平，听闻有索隆十郎杀人，还有一个十分强大的荞麦面摊的老板轻松收拾了黑道成员。这些事情让大蛇更加不安，他确定和之国混入了一大批强者，他们一定与光月家族的复仇有关系。黄四郎喝了一口酒，鄙视地看着大蛇，说道：“赤鞘九侠就让他们来吧，我可是迫不及待地见他们了，来一个我就杀一个。”大蛇靠过来，拍着黄四郎直夸：“你真棒，你是好样的。”黄四郎确实迫不及待地想见赤鞘九侠，不过不是为了砍他们，他有自己的惊人谋略。大蛇还在滔滔不绝，他的手下们都要笑出声了。大蛇越害怕，手下们越鄙视。大家小声说道：“这个大蛇将军过于胆小了，真是丢人啊！”这时，一声稚嫩的笑声打破了平静的会场，也打断了大蛇的演讲。大家都慌了，是谁这么急着去死，居然在大蛇将军最愤怒的时候发出笑声？大蛇怒从心起，大吼：“是谁？”大家顺着笑声一看，居然是小紫的秃头，那个嘴巴比脑袋还大的小女孩。她笑得很大声，制止都制止不住。她一边笑一边说道：“大家都在嘲笑大蛇将军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停不下来了，明明不能笑的。这孩子看上去像个精神病。”大蛇怒了，拔出腰间的武士刀，冲向小女孩的方向。你是想说本将军害怕20年前的遗恨吗？我才是胜者，我胜过了光月玉田。小女孩子还在笑个不停。大蛇一刀挥过，若不是有个女人保护了这个叫阿护的小女孩，她必然当场被大蛇砍头。阿护跌倒在地，看着满身杀气的大蛇，还是止不住的大笑。大蛇将他抓起来，怒吼一声：“给我住口！”阿护好像没听见一样，还是在笑。大蛇动了动手中的刀，小紫站起身，试图阻止大蛇，但是大蛇根本听不进去。小紫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大蛇的脸上，将阿护救了下来。大蛇愣住了，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小紫：“你居然敢打我！”周围的人吼道：“快跪下道歉，小紫！”小紫直面大蛇将军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恕难从命，妾身不会屈服于任何人。”小紫是大蛇最宠爱的女人，大蛇本想让小紫当上将军妻子，本来小紫只要服个软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但不知为何，小紫出奇的强硬。她坚定且勇敢地说道：“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没必要做出让步。如果将军想要软弱的女人，就请抛弃妾身吧。妾身是武士的女儿，绝对不会活得如此狼狈。”武士！大蛇听到这2个字，后背就一阵阵发凉。随即，他将这种恐惧转为愤怒，区区一个一击，口出狂言。大蛇一声怒吼，浑身被黑气气息包围，会场突然狂风大作。接着，从大蛇的身上长出9个蛇头，大蛇变身成一个9头蛇的怪物。这就是黑炭大蛇的能力，蛇蛇果实幻兽种8级大蛇形态。周围的人吓得哇哇大叫，但小紫不为所动，身体晃都没晃一下。大蛇的一条蛇脑袋凑到小紫面前，诚心求饶，我就减轻你的罪名。这份美貌咬碎你的脑袋太可惜了。小紫沉默了一阵，突然微微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以大蛇将军的地位，为何对我恋恋不舍呢？谁先动心，谁就输了。妾身是不会求饶的。”周围的人都傻了，居然有人敢挑衅大蛇将军。大蛇怒吼一声，9个脑袋冲向9个方向，见人就咬。小紫也没能幸免，被大蛇一口咬了起来。大蛇城内一片鬼哭狼嚎的惨叫。
一直坐在一边喝酒看热闹的黄四郎看到此景后，突然发出尖锐的笑声。他拿起武士刀，站起身来，因为太过兴奋而浑身颤抖。这里简直就是修罗场啊！黄四郎拔出武士刀，对着虚空挥了出去。酒里海滩，陶之助勤奋刻苦地练习剑术，乔巴和小玉在一边玩忍者游戏。小菊表示很担心路飞的安危，派出去负责联络路飞的雷藏也失去了消息，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。乔巴表示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们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路飞被人抓起来这种事情简直司空见惯。海滩上，一个如同小山包一样的巨大黑影引起了乔巴等人的注意，几个人好奇地跑过去围观。这个东西比一般的生物都还要巨大，但是比巨人要小一点，难道是不幸搁浅的海王类宝宝？乔巴绕到黑影的前面仔细观察，借着月光他看清楚了黑影的样子，鼻涕泡吓得蹦了出来。这个黑影乔巴可太熟悉了，当初在蛋糕岛的时候，为了营救被困的布鲁克，乔巴几次差点被这个家伙给干掉。小菊等人并不认识大妈，看到乔巴这个样子都很好奇。乔巴慌的话都说不清楚了，哆哆嗦嗦的告诉大家，如果这个人醒过来，大家都要玩完。乔巴费了半天的劲儿，终于将大妈的身份说了出来。陶之助吓得当场变成小粉龙。乔巴拔出武士刀，这可是干掉大妈的好机会，如果不能将他杀死，那草帽团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强劲的敌人？谁会想要和两个四皇交战呀？乔巴举着武士刀哆哆嗦嗦的靠近大妈，大妈突然咳了几口水，吓得乔巴和陶之助扭头就跑。这个庞然大物的生命力也太强了，掉进水底都能自己飘上来，而且还没事儿。大妈慢慢睁开眼，看到疯狂逃跑的乔巴和陶之助，还有紧张到不行的小菊和小玉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在干什么？乔巴听到大妈的哲学三连问，猛然停住脚步，哆哆嗦嗦地回过头。这一刻，乔巴宛如雅典娜附体，智慧的技能点瞬间点满。他从大妈的身上看到了商机。失忆的人最好控制，只要给他重新植入记忆，可以让他成为任何人。可是大妈的气场实在太强了，乔巴根本不敢靠近大妈。一看到大妈这张脸，乔巴就会想起那个手持皇帝剑、脚踏雷云、头顶燃起熊熊大火的恐怖老太婆。乔巴吓得脸都绿了，绝对不要和她扯上关系，否则一定会被干掉的。小菊和小玉不知道大妈的恐怖之处，一见此人好像失忆了，而且也没什么攻击性，就大胆的上前搭话。小菊关怀的问大妈有没有受伤，需不需要治疗。大妈低下头看着小菊和小玉，问道：“我不知道我是谁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”小玉沉思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名字。”乔巴大惊，扑过去抱住小玉，甚至不敢直视大妈。他喊道：“千万不要说那个名字，他叫阿玲，就叫他阿玲。”小玉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：“你刚刚不是叫他贝格玛木？”大妈用充满怀疑的眼神看着乔巴，随即释然的点点头。阿玲这个名字挺可爱的嘛。气氛一下子愉快起来，大家互相做了自我介绍。大妈摸了摸比海象还大好几倍的肚子咕噜噜直叫。大妈看着小玉，温柔地说：“我饿了。”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